看看高智商罪犯是怎么越狱的。男人倒挂在2层铺上，光这一个动作就练了8年，现在终于能坚持到200多秒，是时候实施自己的计划了。来到车间，在做劳工时，他特意损坏车牌，然后告诉狱警产品不合格，再悄咪咪地扔进工具箱。转眼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男人已经准备好了一切。这天轮到他外出倒垃圾，看到狱警疏于防范，他拿起车牌就跑了过去。来到补给车附近，狱手一松，被他偷走的车牌刚好有1元高。当补给车来到监狱门口，狱警拿着反光镜开始检查，男人就像平时练习的那样倒挂在车底。就这样，被判10个无期徒刑的男人顺利逃出升天。其实监狱里这种狠人还有很多，不信你看这个头上长着头发的男人，他假装弱势群体获得单间的待遇，然后拿出一根铅笔，取下上面的橡皮，再用铁丝往上一怼，最后把橡皮涂黑，一个自制的麦克风就成型了。原来第2天有剧组要来监狱拍素材，他让狱友说唱吸引所有人的注意，趁这个空档拿走剧组服装，找个背阴的地方穿上，再带上自制的麦克风，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。想要学习的铁们要注意动作要领，从容淡定是基本准则，面对狱警的目光要脸不红心不跳。就这样，监狱里又跑出来一个狠人，如果上面的还不够精彩，接下来这位绝对是自残界的天花板。男人还有2个礼拜就要做电影了，为了摆脱困境，他趁狱医不注意偷走3尺白布，然后又偷走1盒纸。回到牢房，男人立刻展开行动，他将纸塞进纸筒里，类似于一个引线，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铁丝。监狱断电的一瞬间，把铁丝塞进插座，强电流瞬间点燃卫生纸。接下来的一顿操作给我看得目瞪口呆。只见他点燃床铺上的杂志，就连自己那全是毛的胳膊也不放过。好家伙，一股了猪毛味儿！牢房燃起熊熊大火，很快便引来狱警的注意。男人的越狱计划也正式开始。灭火后，第一时间将他送到医务室。他一直呜嗷的喊，实在是太疼了。医生无奈只能去拿镇定剂，可下一秒，镇定剂被他反手给医生打了下去，接着照他后脑勺就是一杵炮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挪开医务室的铁柜，露出后面早已被他摸清的地道。整个监狱只有医务室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。临走时还不忘把柜体复原。这时如果有台高性能车做接应就好了。最近正好想买台赛博皮卡，如果大家对特斯拉 Cybertruck 的加速表现、越野性能感兴趣，可以在懂车帝搜索独占内容季，观看独家精彩内容。下面就要用到那块白布了，他在上面写满了抗议死刑的话语，然后顺着地道爬了上去，来到监狱大门外。这里早已围满了吃瓜群众，原来他们得知有囚犯要做电影升天，纷纷前来抗议谴责。男人趁机加入人群，准备开溜，不料一个女人看中了他的横幅，上来就要抢走挂在最显眼的位置，结果身上的囚服瞬间暴露，那就怪不得他心狠了。男人用白布将女人劫持到隐蔽处，哭哭就是一顿小电炮，听这声音，几乎可以断定每一下都是暴击。随后抢下女人的车钥匙，又一个狠人逃出监狱。如果说他这个存在侥幸，那下面这个绝对会用实力征服你的眼球。为了越狱，他要自制炸药包。狱友做完劳工回来，按照他的意思带回1包面粉。只见男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灯泡，拧开尾部，然后给面粉袋子咬开一个口，一股脑全都倒进灯泡。至此，越狱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。随后将灯泡塞进裤子。第2天，他被拉到审讯室审问。中途，男人要上个厕所，守卫就在门口寸步不离。只见他掏出灯泡，再放根引线，取出火柴，吐出嚼了半天的口香糖，炸药包彻底成型。当守卫过来催促时，他用指甲点燃火柴，用玉手轻轻一扔。当支援赶到时，男人已经解下手铐，用抢来的武器击毙另一名守卫。就这样，监狱里又跑出来一个大神。上述那些都是偏智慧型的，下面这个才是暴力越狱的天花板。如果不是，小编介绍女朋友给你。男人借着探望日的机会叫来母亲，母亲知道儿子肯定有什么事情，不然平时都是在电话里跟他诉苦。看到儿子躲闪的眼神，母亲刚想上前摸摸他的脸，可下一秒，男人竟掏出一把刀挟持了母亲。狱警自然不会妥协，男人知道拖延的时间越长，逃跑的几率就越小。眼看对方不肯开门，他竟一刀结果了母亲，然后从旁边拉来别人的女友。刚刚那是第1个，如果10秒内你们不开门，这个女人就是第2个。狱警立刻打开监狱大门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囚犯挟持女人逃出升天。今年牢房里的大神格外的多，争取年底就把典狱长送回家。